嗨，大家好！这几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，各种大事在接下来的10天里会接连发生。今天的视频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如何从这些新闻中寻找发财的机会。注意，本视频只是投资笔记，我提到的相关的股票代码还需要深入研究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这2天最大的事情就是川普的 IEEPA 关税被最高院给否了，川普还把投赞成票的大法官们骂了一遍。我来给大家讲一些新闻不会告诉你的事情。这个川普其实是非常能演戏的，他自己是在偷着乐的。我把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意见书全部看了一遍，里面的措辞用的是非常巧妙。他是从一个非常狭窄的角度明确了川普之前用的紧急授权的 IEEPA 法案里面没有提到 tariff 或者是 duty 这2个词，就是关税。IEEPA 里面只提到一个词，叫做 regulate importation， 也就是监管进口这个词。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，不能明确授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利。除了这一句之外，其他所有的关键问题，最高法院全部都是回避的，一个字都不提。比如已经收取的关税如何退还，川普宣布 IEEPA 紧急状态的时候是否合法，其他的232、301等等法律条款是否可以继续征税等等，全部都不提。这个其实就是给了川普巨大的回旋余地，也就是在侧面告诉川普，只要你找到法律条款中有什么 duty tariff 明确的税收字眼，你就可以拿它来征税。这样民主党什么党都没话说了。这种法律意见书的风格叫做司法最小主义，只解决眼前最窄的那一个问题能窄就窄，其他问题都留白留给总统自己发挥。我以前和主权基金、日本券商做 deal 的时候，和无数的律师都 battle 过，什么新加坡法、英美法、比利时法等等都有。我就发现这些律师除了重大的违规条款他会明确表示不同意，其他的那些的模棱两可的地方他都不会告诉你他不同意，也不会告诉你他同意，就是给你留白让你自己去遐想，让你自己去发挥。我想美国最高法院也是同样的逻辑。所以现在很多新闻都写的什么川普遭遇重大挫败，与大法官罗伯茨翻脸等等的这种的解读，我也没话说了这个大家其实都是演员，各方利益都要兼顾，大法官也一样，一个演红脸，一个演黑脸，让各方都有台阶下。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到底有没有效果，关键还是要看这个疗效。现在川普已经宣布了，通过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，临时征收 15%， 为期150天的关税。之后他其实还可以启动323、301等等很多条款继续征税，而且这个税率是没有上限的，没有到期日的。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决定的时间要稍长一点，需要商务部写报告、写调查、征求意见、举办听证会，保守来算估计要6个月才可以完成，而半年以后正好可以把这个 15% 的关税接上去。这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新闻访谈中说，川普其实可以使用很多条款进行征税，而且2026年的关税收入预测不会降低，可能比以前还更高，威力可能更大。美国之前收了1400多亿的关税怎么办？这个也是不可能还回去的。最高法院在意见书里也没有写，意思就是你自己发挥吧，要打官司打官司，拖着就拖着。如果最后法院有命令说一定要还回去的话，那美国就会出现非常大的财政窟窿，就要发更多的债券来补充。所以还回去的话就利好黄金最近对黄金是有一些利好，黄金在大跌了 12% 之后，金矿 ETF GDX 已经从最低点反弹了 15%。在以前的节目里，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讲，我是看好黄金的。瑞银、摩根大通对今年黄金的价格是看到6200元的，乐观的情况下是可能到8000美元一盎司。现在很多人都看不懂这个逻辑，所以市场定价就出现了混乱。这个混乱就是机会。我在这里也正好解答一下，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问为什么 Palantir 最近跌了这么多，将近 40% 了。其实 Palantir 的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，反而非常好，净利润 6.08 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的7900万美元翻了将近8倍，而且2026年全年收入的指引是增长了 61%， 远超华尔街预期，绝对是顶尖的水平。那为什么是跌了？主要原因就是市场担心一件事，就是帕兰提尔它其实就是一个军工 AI 加政府事业的一个股票，美国政府收入占其总收入的 40% 左右，所以如果高等法院不让川普收关税，美国财政收入就会下降，财政预算就缩水了。那么帕兰提尔从政府拿到的合同就会变少，营收就会下降。同样的逻辑，最近一段时间的军工股股票整体也有回调。但刚才我已经分析过了，川普有无数的手段进行征税，
而且贝森特也说了，2026年的关税收入不会降低，而且可能更高。所以帕伦提尔、军工股这等等的都是恐慌性的卖出，等企稳之后是可以回补一些的。另外大家也注意最近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、Meta 等等巨头都跌了不少，现在的他们的估值是非常的香，可以观察一下分批买入。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还分别投资了 SpaceX、OpenAI、Anthropic， 他们在今年都要 IPO， 而且最近我已经找到了在 IPO 之前提前买入这些股票的方法。想听的朋友请多多订阅，把人数冲到10万我就尽快给大家讲。所以川普的关税大棒并没有消失，只是砸下来的速度慢了一点，而且砸起来的力道可能会更加重。所以以出口美国为主业的公司的股票都要小心。这几年想要投资，就必须要投那些在美国本土生产建设的公司，比如储存芯片的美光、卡特彼勒、GEV 等等的。我跟大家讲这些代码，并不是让你现在就买，我只是教大家如何看新闻，从新闻和数据中寻找投资逻辑。比如川普加关税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制造业回归美国。这个话题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。那制造业到底回归了没有？新闻里其实都有迹象的。就在前2天，川普去美国乔治亚州的一家钢铁厂去参观，在里面老板就说现在的订单已经爆了，以前一周只要开3天工，快要倒闭了，现在是7×24小时连轴转。然后教大家一个获取信息的另外的方法，是在 Reddit 上，你可以让 AI 搜索关税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。在6个月之前就有帖子在讨论，到底川普的关税对大家有什么影响。有一些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员工就留言说今年是他们最好的一年，销量暴增需要无限加班。虽然材料成本上涨，但是工作量已经暴增，完全盖过了这一点等等的。而且经济数据也是验证了一点，美国制造业在过去的6个月增长巨大。你在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，不是看完就完了你要记住，你要发财，你必须去寻找可以投资的板块，那就是美国制造业。我在1月份讲的 CAT， 也就是卡特彼勒，美国制造业的先进代表。大家还可以看一个指数，叫做 XLI 美国工业指数。如果在半年前、1年前你都跟踪了这些新闻，那你就可以直接买入了，现在都已经获得了非常高的收益。现在没有入手也不要紧，机会大把。川普的关税就是让美国制造业回流，而且这是一个可以持续3到5年甚至10几年的趋势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可以投资的事情。这个以后我会给大家讲新的世界格局的时候会详细展开。我看最近有人给我留言说股价在高位还一直买，大牛市真的什么人都当自己是股神。能说出这种话的人，我可以推测你这一辈子基本没敢买过股票。你但凡看一下台积电10年期的股票走势，再看一看纳斯达克、QQQ、标普 SPY 再看一下伯克希尔，短则10几年，长则20年，它有几年股价不在高位？98%的时间都在高位。况且我也没把自己当股神，我只是分享自己的逻辑和分析。现在你去银行、券商，资产没有100万美元，哪个财富经理愿意有耐心坐下来详细给你讲这么久？况且我还是做过私人银行财富经理的，还有机构投资18年了。我告诉你聪明人会把我说的代码都记下来，然后自己回去问一下 AI 告诉我最佳的买点是什么，然后自己在合适的时候偷偷买入，闷声发大财。如果你发财了，给我点个赞，订阅一下就可以了。做这个频道我是纯属的爱好。最后再强调一下，这周的大事真的是非常多，震荡会非常厉害。英伟达财报、川普国情咨文、伊朗谈判，全部都是集中在一起的。CNN 恐慌指数已经进入了恐惧区间。巴菲特也讲过了，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。所以什么时候买，就是在恐惧和极度恐惧之间。好了，感谢订阅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